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我们看到道琼斯工业指数这一轮行情始终处在一个强势上涨的过程当中。本轮上涨呢，经历了两个过程。首先呢是第一轮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由悟空阳线、八戒阳线、沙僧阳线组合唐僧阳线构成。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突破了前面行情当中由4次波峰位于24000点的一个等位置波峰的这个位置，这里呢符合了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峰法则。那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目前呢正在做第二轮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走出了悟空阳线、八戒阳线和目前正在进行的沙僧阳线组。上方呢有唐僧阳线的预期，但是在沙僧阳线组的这个位置上，我们理解的沙僧阳线组就是一个震荡行情，沙僧阳线呢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因此呢在这个位置上震荡徘徊。但是呢美股整体呢是一个日线级别多头趋势，这一点呢我在1个月之前就提到了啊，符合了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峰法则之后，美股会坚定上行，冲出新高，走出一轮较大的牛市行情。同时呢，我们也给出了道琼斯工业指数的上涨呢，它有一定的吸血作用，所以呢，昨天道指的强势上行继续带动比特币往下走。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呢，我们看到了比特币对于比特币来说，7月14日的这根阴线，我们早就提出来了，是一个日线级别的悟空阴线。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后面的几根 K 线呢，这一组 K 线呢都是干扰型 K 线、妖怪 K 线，干扰了我们对行情当中的判断不算。所以呢，再往下走，7月24日的这根阴线叫八戒阴线，有了悟空阴线，有了八戒阴线。那么今天走出了一个实体阴线，这个位置呢叫沙僧阴线，那么下方呢就走出唐僧阴线有这种可能性。同时呢，我们给出了日线级别144均线和169均线，这两个位置是非常关键的位置。我们看前面一轮行情3月份刚好打到144均线和169均线重合的这个位置。那么我们回到6月中旬，也看到6月15日这一天打到了169均线这个位置。所以呢，本轮行情调整的目标点位在$27,500附近。到达这个位置之后，行情才有机会出现启动和反弹。同时呢，我们看到美股是吸血效应的，但是美股的牛市上涨为比特币囤积了大量的资金流。只要美股坚定上行之后，它如果一旦经历震荡和调整过程，那么资金会从美股流向比特币，从而推动比特币的继续上涨。但是这个上涨呢，要等待回踩144均线和169均线。那整体来说呢，大的时间周期上，比特币是一个多头趋势，但在日线的这个角度上呢，比特币正在回调。那么回调过程当中，我们把时间级别调整到周线，就可以看到，在周线级别上，6月19日这一周呢，对于比特币来说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经历调整之后呢，我们认为上方有比特币的周线级别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是有一轮行情的。所以呢，回调不用怕，调整之后呢，比特币还会重新启动它的多头行情。那么值得一提的是，莱特币这轮在周线上没有一个过多的表现。我们看到它的一个最大的涨幅从底部到上方是175%这个涨幅呢，我们看比特币的从低点到高点比特币从低点到高点，它的涨幅也有105%，所以呢，莱特币的涨幅虽然有175%，但是不大这个时间级别在周线上还是不是很大。但是8月3日，也就是后天，莱特币将迎来它的减产。那么我认为一般对于这种币种来说，减产后会有一波更好的行情。同时呢，这波行情要以周线级别突破黄色线也就是周线级别的144均线$120作为一个信号因此呢，要耐心等待这个大阳线的出现。同时呢，我们把时间级别调整到日线级别，我们看到了日线级别上的莱特币已经回踩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位置，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144均线和169均线粘合的这个位置。因此呢，$90附近的莱特币是具有投资价值的，$90以下的莱特币是它将要面临的一个黄金坑因此呢，对于莱特币的布局在现在还不晚，还可以继续进行。
然后从今天的实时的我们自己做出来的这个网页多空数据来看，多头方向上4小时级别上只有一个 ANT 小野还在继续坚持它的一个多头趋势。我们看小野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币种，在这轮日线级别上涨过程当中，我们看早在9月初的行情当中22年9月初的行情当中就一路上涨。那么走在当前的这个位置上，上方呢最终已经出现了接近4.5美金的一个4次的等位置的位于4.5美金的波峰符合了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峰定律。因此呢，对于 ANT 来说，它的多头趋势没有完结的情况下，是可以埋伏它的一个多头还是比较坚挺的，走势比较稳健，非常类似于我们昨天提到的 UNI。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多空数据上短周期上出现的币种除了 BTC 下跌以外 ，BTC 当以太坊当还有一个BNB 刚才出现在这个短周期的这个币种当中现在没有了。但是刚才我们看到了，要说一句BNB 呢是有一个相对来说的利好的这个利好呢是消息面的影响因素让它出现了一个15分钟级别的上涨15分钟级别的上涨细优。但是呢，我们看从日线的这个角度上来看 ，BNB 呢本轮行情走势非常弱的原因在哪儿呢？因为它在这个位置上高位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的结构。这个结构呢，因为 SEC 起诉了币安平台，所以呢 BNB 一路下跌，在底下一直趴着各种利好刺激下，包括今天。BNB 上线了日本，在日本有一个官网并且呢可以合法的吸收日本用户即使这么大的利好 ，BNB 也没有做突围动作，原因就是当前的这个收敛三角形在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没有发生突破，就容易打下来虽然 BNB 有如此多的利好，但是呢。这轮行情我还是比较看空 BNB 的，只要 BNB 跌破了220美金这个位置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们看到从220美金到46美金这样的一个区间是从来没有经过回补的，而在数字货币平台上，我们看到非常多的这种回补动作我们看前面行情当中第一轮上涨之后然后有一个回踩上拉之后呢，我们看到它这个位置上进行了一个回补动作，将前面的上涨全部回填之后才开始了第二轮行情，然后缓涨之后急涨过后呢，我们看到220美金到45美金这样的一个区间从来没有回补过因此呢，不排除 BNB 会出现一个快速下跌回补到100美金附近这样的一个行情。因此呢，在行情当中很多利好出现，但是技术面盘面上没有给出动作的币种这是非常危险的因此呢，无论是信仰者也好对于 BNB 的信仰者也好BNB 的短线炒汇也好，一定要重视本轮行情当中结构性调整的这个重大的风险。然后今天会员频道和我们读者频道我都说了CRV 呢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币种这轮行情当中出现了一个跌破平台，虽然下方0.8美金下方呢都是它的一个黄金坑，但是利空出现，创始人卖出 CRV 换取 USDT 的这个行为让它的筹码最终在市场当中抛售。我们看到底部成交量放大上方阴线量价齐跌的情况下不着急抄底。虽然后面的行情当中 CRV 可能会出现类似于 Luna 类似于 FTT 的浪子回头，但一定是在底部走稳之后才能够出现下跌趋势当中不去追多不去抄底，是我们 K 线西游战法第1章提到的内容。我们怎么提的呢？我们说多是多他妈生的，空是空他妈说的空是空他妈生的这个呢不是骂人的话，这是引自《大话西游》电影中的原文。所以呢，在行情当中，一旦下跌趋势成型之后要耐心等待它逐渐见底之后，或者呢是能够完成一个更大时间周期的，比如说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它最终走出来了之后呢，才是你抄底的一个机会。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